一只军犬扑到牺牲战士的棺椁上，不断的呜咽着，想要唤醒沉睡的主人。它扒在棺椁的脚下，眼睛里闪着无助的泪光。棺里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。他的训犬员在执行任务中牺牲，他凶狠地咬着绳子不肯走，直到他看见一个男孩，闻到他身上的气息，麦克斯突然平静下来。原来小帅正是牺牲训犬员的弟弟。可刚回到家里，一家人就得知军犬基地要杀掉麦克斯。父母带小帅赶过去，他们这才知道，由于主人在爆炸袭击中死去，麦克斯患上了应激障碍症。他凶狠强壮，见人就咬，不听任何人指挥，已经无法在军队服役。可偏偏小帅一过去，拿着玩具一逗他就乖乖地坐下了。也许是因为他身上有些跟主人相似的气息，为了纪念死去的大儿子，他们将麦克斯带回了家。但小帅正值叛逆期，根本不想养狗，就是迫于爸爸的威严，才捏着鼻子接受了养狗任务。到了晚上，麦克斯一个人在院子里鬼哭狼嚎，吵得左邻右舍都睡不着觉。小帅只好把哥哥的玩具拿给他，他这才安静下来。但只要小帅要走，麦克斯就又开始叫唤，小帅只好坐下来陪他。他不知不觉在草地上睡着了，麦克斯悄悄爬在他身边，就这样守着小帅一整夜。以前的大帅和他同吃同住，他也是这样整晚守着主人。不过很快小帅就发现，作为现役军犬，麦克斯简直超酷。他们去遛弯，有大金毛上蹿下跳挑衅他，主人根本拉不住。可麦克斯瞅都没瞅一眼，走的那叫一个牛掰哄哄。朋友们骑车路过，调侃小帅提前过上老年生活。麦克斯瞅了一眼，这你还能忍？给我上！于是小帅带麦克斯来到人少的地方，偷偷放开了他的绳子。小帅刚骑出一段路，发现麦克斯竟没跟在身边。他猛一回头，这才看见麦克斯竟然还在原地待命。这才是一只军犬的专业素质啊！ Come on, next. 更燃的还在后头，小帅要和朋友们进行山地穿越，女孩还担心麦克斯跟不上，却根本没想到这才是麦克斯的主场。他的奔跑速度丝毫不亚于这些价值不菲的山地车。在经过一段复杂的山路时，麦克斯超越小帅，在前面领路。几个小伙伴信不过一只狗，选择另一条路，最后摔得人仰马翻。只有小帅跟在麦克斯身后，走了一条险峻却可行的路。他们很快来到一段危险的死亡裂谷，麦克斯用叫声提示小帅。这一次的山地赛简直爽翻！晚饭的时候，大帅生前最好的战友来家里串门，可本来已经不再吵闹的麦克斯，在看到尼克后瞬间变脸，他拼命地朝他狂吠，大力地挣脱狗链，就朝尼克扑了过去。小帅赶紧拦住麦克斯，但他依然暴躁不安，因为只有麦克斯知道这个主人生前的战友到底对主人做了什么。如今尼克又跑来主人家里假装伤心，麦克斯当然不能忍，但他不会说话，没办法说出隐情，只能再次被家人误会，迎来了帅爸运来的一只大铁笼。这还没完，尼克偷偷告诉帅爸，当时是麦克斯被爆炸吓坏，咬伤了大帅，这才导致大帅被敌人打死。帅爸一听直接受不了，回到家就掏枪要杀掉麦克斯，还好被小帅及时阻止。经过这么久相处，他根本不相信麦克斯会攻击自己的主人，于是他来到军犬基地询问麦克斯的情况，却无意中得知尼克根本不是正常退役，而是被军队开除，这让小帅更加怀疑。这天一个混混来找小帅买光盘，小帅听到他正跟尼克通电话，给完钱就急急忙忙走了。于是小帅把钱给麦克斯闻了闻，让他利用本领去搜索，他则骑着山地车跟在后面。麦克斯循着气味越走越远，在一个入山的小路，他仔细闻过后开始飞奔。两人在林子的深处果然看见了混混和尼克拿着枪支的样品，正在跟古惑仔谈价格。麦克斯看到尼克就要往前冲，小帅连忙拉住他，但还是被混混的两只狗子发现了。混混放狗去查看情况，麦克斯眼看两只狗他无法顾及到小帅，于是回头给小帅使了眼色，转身就跑。两只狗果然被他引走，没走多远就把麦克斯跟丢了。突然一只狗被咬伤后腿，瞬间失去站立，另一只过来支援，也被麦克斯几下就打得滚下了死亡裂谷。而小帅这边在骑车逃跑时不小心摔倒，他只能丢下山地车奔跑，终于在一处公路和麦克斯会合，两人成功拦下一辆车逃离了这里。但小帅却万万没想到，他刚一到家，麦克斯又变得暴躁不安，一进屋才发现尼克已经和混混等在了这里。混混穿着假的警察制服，谎称自己被麦克斯咬伤，而山地车就是他们逃跑的证据。小帅当然不承认，但尼克却在这时要求跟小帅单独谈谈。他换了一
一副嘴脸，直接以父母的生命威胁小帅。他已经失去了哥哥，为了保护家人，小帅只能妥协，眼睁睁看着麦克斯被当成咬人的疯狗抓走进行安乐死。小帅既憋屈又难过，但他完全低估了麦克斯的强大。一只狗被管理员抓住，他回身咬住杆子，死命挣扎。管理员力气不够，几下就被他挣脱。狗子扑倒管理员，从门缝钻了出去。小帅在家里听到狗叫，打开门发现麦克斯自己跑了回来，他们高兴极了，抱在一起又笑又闹。可他们却发现父亲出去很久，一直没有回家。小帅跟朋友来到父亲的仓库，却只发现了父亲的枪套。于是他让麦克斯闻了闻枪套，顺着父亲的气息去追踪。他还不知道父亲因为正巧碰到尼克在运军火，就被抓起来带到他们要交易的地方。麦克斯带着几人朝山地深处跑去，这一跑就整整过了一夜。他们来到一处小河，狗子率先游了过去，几人也推车过河。终于他们在山坡看到了尼克的车，而父亲就被绑在车里。他们商量对策，让女孩去附近公路报警。小帅和朋友留下盯梢，可朋友的手机却在这时响起。这一下再次被混混的狗子发现，尼克等人拿起枪全都跟了过去。麦克斯跟狗子撕咬在一起，小帅也抡起山地车帮忙。为了不把人引过来，麦克斯再次将狗子引走，怕他跟不上，还时不时停下来等等他。到了很远的地方，麦克斯一下就将狗子扑下了小山。狗子滚到小河边，被追上来的麦克斯撕咬，没几下就被甩进了湍急的河里。可就在这时，枪声响起，麦克斯再次逃跑。帅爸听到声音，也一脚踹开车门，将混混的手枪夹掉。他刚要去救危险的儿子，却发现麦克斯从远处朝他扑了过来。原来是身后的混混想要偷袭。父亲终于知道是自己误会了这只忠心无比的军犬，但麦克斯依旧跟他很亲近。小帅也赶过来跟他们会合。此时混混已经开车追过来，小帅带着麦克斯将他们引到死亡裂谷。帅爸在这时突然拦住汽车，在汽车前方开了一枪，混混直接开车掉下峡谷，汽车发生爆炸，这导致车里拉的枪支全部走火，子弹乱飞，几人只能躲起来。在消停了以后，小帅发现尼克已经追过来，可是前方小桥已经被榴弹炸断，父亲在远处想要救援，却已经没有子弹。就在这时，麦克斯冲了上来，两人掉在小河中一动不动。警察终于赶到了，将尼克绳之于法。麦克斯只是受了轻伤，终于帮主人把坏蛋抓到。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也从此真正成了他们的家人，代替死去的哥哥，治愈他们受伤的心灵。